大家好，这里是林比特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英伟达的一款非常好用的软件 NVIDIA Broadcast。这个软件它可以处理实时的音频降噪，还有画面的抠图，还有换背景、模糊背景之类的，用来直播或者录视频是非常方便的，因为它可以基于 AI 来给你处理降噪。这样你的设备即使稍微逊色一点，或者说你的环境有一些嘈杂的声音，都是可以用这个软件比较好的处理。有一次我在录制游戏视频，放在我的游戏频道，外面下着大雨，我头顶的天花板是玻璃窗，是抬头能够看到天上的那种窗，然后雨点落到玻璃上的声音哗啦啦的声音很大，即使这样它都把那个降噪处理得非常好，我事后听一下完全听不到下雨的声音。但是今天我在升级这款软件的时候，也就是安装这款软件出现了很多问题，像这样的安装程序失败这样的字样。首先去它的官网下载一下它的安装程序，下载好之后直接双击安装，是，这里一路默认就可以。他说让我关闭所有的视频会议应用程序，其实我这里并没有开什么视频会议的应用程序，这里继续就可以，同意，下一步。大家注意看这个安装的过程中，正在下载要求的组件0%，然后这个进度条一直都没有动，这里就是我发现的问题关键点，一会儿它就会安装失败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安装失败了。首先是这个组件没有装上，然后它这个主程序才没有装上。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呢，我想了很多方法。首先是清理电脑的垃圾程序和垃圾文件，然后我又重启电脑，包括我用管理员方式运行这个安装程序都没有用，全都是报这个错误。之后我就想到安装的过程中下载组件那一步那个进度条是没有动的，然后他就给我报错了，说这个组件没有安装上，我就怀疑是这个组件它根本就没有下载下来，所以我怀疑问题可能出在网络上。我去网上查，发现很多人都遇到过这个问题，但是我发现网上的答案纷繁复杂，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单独做一个视频来讲一下这个事情。既然怀疑是网络问题，那么先把它关闭。这里最可疑的东西就是我开着这个代理 Clash for Windows， 那么我直接简单粗暴的把它关掉，退出。这时候我再安装看可不可以。同样的步骤一路默认。大家注意，这里正在下载要求的组件已经有百分比了，而且有进度条了，就说明已经开始下载了。刚才5%，现在10%，说明有戏啊！这个组件已经安装好了，安装成功，就是网络的问题，就这么简单。我把那个关了就可以。我之前折腾了好久，然后找了很多方法都没有用，所以还是这样的，自己的问题应该结合实际情况具体的分析，然后再得出一些解决方案。像刚才那样，我分析就能分析出来大概率是网络的问题，然后就可以很快的解决了。那这时候可能有的观众要问，我明明没有开这个 Clash for Windows 或其他代理软件，那为什么也安装不上呢？难道是我的网络也有问题？很有可能。我建议你把自己的网络换一下，如果你用的宽带，你可以换成手机的热点；如果你用的手机热点，你可以换成宽带或者别的网络什么的，或者说你可以重新重置一下你的这个光猫，比如说你可以把电拔下来再插上，等等一系列的方法。只要是与网络有关的，能够重置网络的或者能够换网络的，你都可以尝试一下。最重要的是不要在电脑上做一些相关于网络的设置，就保持最原本的状态。毕竟刚才我已经验证了，已经安装上了。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我这里又好奇了，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一下。重新分析原因，我就需要做试验。做试验的话，我就需要把这个软件卸载掉。我打开这个卸载软件比较完全的 Geek， 右键卸载刚才的这个 Broadcast， 卸载。卸载完成，等它清理其他残余的文件，点击完成，关闭。卸载完成之后，我又打开了 Clash for Windows。这里我发现一个比较特殊的点，是我开启了 Tunnel 模式。Tunnel 模式就是强制接管全局流量，然后进行代理的这么一个东西。因为有一些网络层级，它走的是比较低的这个网络层级，如果单单靠普通的代理是代理不了的。这个 Tunnel 模式就比较好的能够接管全局，所以我就怀疑，难道是我开了这个模式的原因吗？因为这个模式它有可能影响到网络上面的一些验证，比如说一些证书的验证等等之类的问题，所以我就把这个关掉了。然后我们再试一下。安装是，这里的代理还是开着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右下角，然后这里进行安装，同意，下一步。唯一的变量就是把那个 Tunnel 模式关了，我们看一下会怎么样。这里下载要求的组件它又有进度条了，看来这个方法也是有戏。OK， 安装成功。问题很明显了，所以通过这个视频，我不仅是要讲一下这个解决方法是与网络有问题，你可以换一下网络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想说一下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，是我在过程中发现了它的一些端倪，比如说它的这个组件没有下载好，然后它就安装失败了。像这样的事情，如果你仔细观察，应该是能发现的，对于解决问题有比较大的帮助，这样子效率也能比较高。现在就可以正常使用了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。